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代社会的生活压力、饮食习惯导致很多人身体出现各种疾病，从而导致寿命的缩短。长寿呢是大部分人的追求。那科学研究表示，科学的饮食结构是长寿的关键。那么我们平时吃些什么可以实现长寿的梦想呢？第一种，山药。山药里面有一种叫做青春因子的物质，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，调节激素平衡，延缓衰老。同时，适量的食用山药可以预防心脏病、血管疾病的发生。山药无论是熬汤还是煎炸，都十分的美味。第二种，玉米。玉米里面有大量的维生素，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。而且玉米里面的谷胱甘肽具有抗衰老的效果。玉米浑身是宝，不但呢可以抗衰老，还能抗癌、预防血管疾病、促进肠道消化等等。日常饮食中可以代替米饭作为主食食用。第三种，奶。体内钙质流失，骨骼开始老化，衰老就降临了。那奶里面呀有大量的钙，可以补充身体所缺营养，强壮骨骼，延缓衰老。那长寿并不是什么玄学，合理的饮食、适量的运动，身体健康了，自然也就长寿了。胃部有幽门螺杆菌，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别忽视了。表现1，胃胀胃痛。如果经常感觉到胃胀胃痛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胃部感染了幽门螺杆菌。因为胃黏膜受损，所以经常会出现剧烈疼痛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一下。表现2，口臭。如果不是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，大家就要注意，很可能是胃部出现了幽门螺杆菌，从而引起胃部疾病，比如胃炎、肠胃炎、胃溃疡等等，大家最好及时进行调理。表现3，经常反酸、食欲不振。如果胃部感染幽门螺杆菌，很容易造成胃炎、胃溃疡等胃部疾病。如果胃黏膜受到损伤，那么也容易影响到胃酸的分泌，使人出现反酸、食欲不振的情况。所以大家若出现上面这3种症状，就要小心了。平时要多注意调理，可以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少抽烟喝酒，少吃辛辣生冷的东西，还有要注意饮食规律，这样才能保护和改善肠胃健康。疼痛、膝关节受损对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影响，严重的连走路都不敢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帮助改善膝关节损伤。首先找一把比臀部稍微低一点的椅子，坐在上面，然后双脚交叉，重心向前移，靠大腿和小腿的力量慢慢的往起站。注意身体的重量不要都压在腿上，不然容易伤害到膝盖。这样起来5秒后再慢慢坐下，这样反复做20次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大小腿的力量，促进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，修复膝关节，对改善膝盖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不过要注意，要多坚持运动才会有效果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还可以适当的拉伸一下腿部，以免给膝盖造成损伤。膝关节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避免长时间走路，注意膝盖的保暖，还有控制好体重，这样对保护膝盖才有帮助。大家每天运动锻炼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式呢？跑步、慢走、广场舞还是太极拳呢？其实有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就是下蹲。经常下蹲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。那先教大家2个下蹲的方法，并腿蹲和弓步蹲。并腿蹲的方法很简单，双脚并拢，双腿弯曲，让大腿和小腿紧贴在一起，腰背保持挺直，双手手肘放在膝盖上，这样坚持3到5分钟即可。弓步蹲的时候，先将左脚迈出1大步，右脚脚尖着地，两腿呈弓步，双手叉腰，坚持半分钟，再换另一只脚，这样左右交替做5分钟。每天这样下蹲5分钟，等于步行1小时，是一种省时省力的锻炼方式，对全身都有利。这样下蹲能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还能促进脂肪燃烧分解，激活全身经络，有很好的增强肌肉力量、强健关节和骨骼、减肥瘦身、降脂抗衰的作用。那这个动作要每天坚持练，循序渐进，这样才能起到锻炼全身的效果。对于女性来说，谁会嫌弃自己瘦呢？所以呢，很多人肥胖，想要瘦身，但瘦身的最大阻碍呢，就是吃。如果想要瘦下来，那么就要吃的合理，要记住2吃2不吃，或许体重会降下来。吃蔬菜水果，
新鲜的蔬菜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预防便秘，不仅有利于瘦身，而且对皮肤也有一定好处哦。吃早餐，早餐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想要瘦身，那么早餐一定要吃，这样有利于身体新陈代谢，也能为一天带来能量。不吃油腻食物。油腻食物是瘦身的天敌，比如炸鸡、肥肉、火锅等，这些食物都是高脂肪、高热量的，不利于瘦身。不吃膨化食品，很多人想要瘦身不吃饭，饿的时候就吃一些膨化食物，比如薯片。那这类食物也含有很高的热量，所以想要瘦身，尽量就不要吃了。心脏跳得有点快，这是怎么了呢？哎呀，该不是心脏出现什么问题了吧？那想要知道心脏好不好，大家不妨观察一下脚部，如果这个地方变厚，就要引起重视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脚后跟和小腿之间的跟腱部位。大家都知道，脚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而跟腱也是身体中非常强健的肌腱。如果发现跟腱这里变厚了，就可能是在提示你胆固醇过高了。因为在血液流动的过程中，很多胆固醇堆积在这里，跟腱就会变得很厚，甚至这里的皮肤还会发黄。主要是因为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，这时很容易出现血管堵塞的情况，对心脏的健康也是不利的。所以如果发现跟腱越来越厚，就要小心心脏疾病可能离你越来越近。大家最好及时进行调理，尤其是经常久坐不动的人。那怎么预防这种情况发生呢？首先要坚持运动，避免久坐不动。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预防血管堵塞，还有可以坚持泡脚和脚部按摩，这些都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流动，避免胆固醇沉积，对心脏健康有很大帮助哦。心脏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心脏出现问题，很可能会威胁生命。那怎么能知道心脏好不好呢？不妨做一个小测试，这个方法就是摸手腕。正常情况下，脉搏的跳动应该是每分钟60到90次，过快或者是过慢都是不好的。大家测试的时候可以平躺，全身放松，保持3分钟，然后用中指、食指、无名指搭在一只手手腕后桡动脉处，呼吸保持均匀，感觉一下自己的脉搏跳动。如果频率正常，说明心脏还很好；如果不正常，最好检查一下心脏。那日常保护心脏还要记住2宜2戒。宜补水，每天多给身体补水，尤其是早上起床后，这样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促进排毒，对保护心脏有帮助。2宜早睡，如果熬夜对心脏健康是非常不利的，若每天保证早睡，有好的睡眠质量，这样心脏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。3戒久坐不动，长期久坐不动会影响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容易给心脏造成伤害。4戒烟酒，经常吸烟喝酒也会损害心脏健康，所以想要心脏好，最好戒烟戒酒，这样可以减少对心血管的伤害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